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板给大家发开工红包，没想到红包里的不是钱，而是写着奇葩要求的纸条。有的写着上班不准化妆，并增肥50斤，以免造成老板娘孕期容貌焦虑；有的写着见到老板娘需跪下问安，以佑小龙子平安降生；还有的写着小龙子出生后随礼30克黄金，作为蹭了小龙子福气的回馈。老板得意地解释，今年的开工红包是为了庆祝老板娘怀上小龙子特意准备的，所有人必须执行红包上的要求，否则就扣工资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打开红包，开保时捷接送老板娘上下班，并上交5万元保证金，一旦出现急刹等情况，即补偿给老板娘作为精神损失费。众人死气沉沉时，我高兴坏了。好啊，正好送你家小龙子上路，和我女儿配冥婚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因为闲在家收租无聊，我在家附近找了个前台的工作。入职第1天，正好赶上老板发开工红包。周大勇挺着啤酒肚大声吆喝：各位同事，今年我特意给大家准备了开工红包。办公室里顿时响起一阵欢呼。没想到这周大勇看着一脸抠搜相，实际上还挺大方的。大家别客气，都拆开看看吧。周大勇一发话，大家纷纷开始拆红包。可随着红包被拆开，办公室里的欢呼渐渐消失。原来红包里的根本不是钱，而是写着各种奇葩要求的纸条。周大勇得意地解释：你们老板娘怀孕了，我找大师看过了，这胎怀的是男宝，我们周家终于后继有人了。今年的开工红包就是为了庆祝老板娘怀孕而特意准备的，所有人必须按照红包里的要求严格执行，否则就扣工资，一次1000。周大勇语气极其嚣张。人事小姐姐的红包里写着上班不准化妆，并在3个月内增肥50斤，以免造成老板娘孕期容貌焦虑。什么玩意儿？孕期焦虑不去看心理医生，要别人牺牲健康陪着她一起胖。有些男同事的红包里写着见到老板娘需跪下问安，以佑小龙子平安降生。清朝亡了100多年，怎么还有贵族活在人间啊？我无语笑了。没想到还有更离谱的。很多资历较深的老同事的红包里写着小龙子出生后随礼50克黄金，作为蹭了小龙子福气的回馈。咋不说小龙子降生送我们每人50克黄金，沾沾喜气呢？孩子是老同事们一人受了1次惊怀上的吗？居然还有人的红包里写着扣除1半工资，用以资助老板娘坐月子。好家伙，强盗来了都得喊他一声大哥。我被震在原地，赶紧的，你们是瞎了还是聋了？还不快点回话！周大勇不耐地大吼。没想到大家纷纷回复收到。老板，这么离谱的要求都有人答应。我正疑惑是不是进了什么传销组织时，人事小姐姐给我发来了微信：刘珊珊，姐妹，你的红包里写的啥？不管怎么样，先答应狗屎资本家吧。我一脸问号。啊，这么离谱的要求你们都答应？你们对这破公司爱得这么深沉吗？刘珊珊发了个叹气的表情包。不是我们不想辞职，而是这两夫妻就是个疯子。一旦你主动辞职，他们就会去你新公司疯狂捣乱，甚至还去骚扰你的家人。刘珊珊，之前有个同事辞职之后就被他们逼得回了老家，搞得我们都不敢离职。
当初面试时，刘珊珊百般暗示我公司福利一般般，建议我可以多看看别的公司。我虽然没什么工作经验，但也在网上连夜学了面试的套路，所以我误以为他这是在考验我对公司的忠诚度，没听懂他的劝告，还是来办了入职。刘珊珊一直不放心地叮嘱我不要冲动，你可别冒头。他们家还有个80岁患有精神病的老婆子，那可是动不动就喊着要拿刀砍人的。原来家里有个瘟神，难怪大家都敢怒不敢言。看来我这是入了贼窝了，有点意思。我淡定地回复：没事儿，老娘有钱有闲，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一坨呢。我正想把红包甩回去时，周大勇走到我面前：新来的，叫什么？小赵是吧？你还不打开红包，是对我有意见吗？我暗啐一声，来了兴致。我倒想看看针对我这个新来的整了什么幺蛾子。只见红包里写着：开保时捷接送老板娘上下班，并上交5万元保证金，一旦出现急刹等情况，即补偿给老板娘作为精神损失费。好家伙，这是既要又要啊！不过我有点疑惑，他怎么知道我有保时捷？周大勇皱眉：你装死干嘛？你来面试那天，我看到你开着保时捷了，别想骗我。面试的时候，我特意停在了远一点的停车场，没想到居然被他看到了。周大勇捋了捋油得发亮的头发：我老婆怀孕都要来公司上班，你们这帮饭桶还不多学学？接送我老婆是你的福气，要不是你的保时捷勉强看得过去，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接送我们这么尊贵的人。这福气谁要啊？我请问呢？还尊贵？按现在的猪肉价，这么大一头倒是挺贵的。周大勇说个没完，记得把你的车收拾干净，车上要备好车厘子、草莓之类的贵价水果，伺候好我老婆。对了，你赶紧交5万元的保证金过来，一旦你开车开得不稳，出现急刹之类的，这个钱就赔给我老婆当精神损失费了。毕竟你是女司机，还是得以防万一。我告诉你，不许打歪心思，要是我儿子出了什么意外，就等着我提刀上门吧。女司机招谁惹谁了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是看我一个小女生好欺负是吧？我冷笑一声：你知道租一天的保时捷要多少钱吗？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倒贴钱给你们当司机？这样吧，你一个月给我20万，我保管把你老婆照顾得舒舒服服。周大勇瞬间跳脚：2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我要告你敲诈勒索！我嘻嘻笑道：我这怎么是敲诈勒索呢？我这是自由买卖啊！我又没逼你，看在你是我老板的份上，给你打个折，一个月18万怎么样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老板，你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？周大勇恼羞成怒，手指着我破口大骂：你妈的，小婊子！老子告诉你，老子1分钱都不会给！你要是不乖乖接送我老婆，等着我把你的车炸了！我弱弱地点点头，装作一副害怕的样子：不要不要，我乖乖地接送老板娘就是了。周大勇挺直腰杆，眼睛笑成一条缝：算你识相，那你赶紧把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补了一句：正好送你家小龙子上路，和我女儿配冥婚。办公室里顿时炸开，所有人都悄悄打量着我。年纪轻轻就有一个死掉的女儿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新人胆子真大，居然敢打小龙子的主意，还真不怕老板发疯啊！他好勇，我喜欢。周大勇真的越来越神经了，上次还叫我给他擦鞋，简直就是把自己当土皇帝了。大家显然都对周大勇夫妇怨气满满，
却由于生活所迫不敢反抗。周大勇气得鼻孔生烟：“小婊子，你做梦！你哪来的女儿？什么破丫头片子，还敢肖想我家小龙子？”我慢悠悠道：“之前给人当小三怀上了，还没生出来就被人家老婆推下楼摔没了。这不，为了让我息事宁人，还赔了辆保时捷。医生说了是个女孩，我正愁我女儿死得太惨，怕她在下面过得不高兴呢，正好把你家小龙子送下去，跟她一起过。我开车技术本来就不好，就算出了车祸，搞没了你家龙子，也是个意外嘛。嘿嘿，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。这帮人跟我平时的朋友圈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，我根本无所谓。”周大勇又惊又疑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一个字：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抚着肚子进来了。好啊，怪不得你一个女人居然能开保时捷，原来是给人当小三。老公，马上把她开了，我们公司可不能有这种贱货，万一她哪天想勾引你怎么办？周大勇在张丽丽的屁股上掐了2把，哄她：“老婆放心，我才不会看上这种脏货呢，都不知道被多少人睡过了。”我嗤笑：“我呸！禁止哄抬猪价昂。”没想到小牙签成精，还被人当成宝了。周围的同事顿时笑作一团，不由得盯着周大勇的下面看。有男同事低声说：“我作证，确实很小，上厕所时我看到过。”周大勇气疯了，举起拳头就朝我冲了过来，眼看着就要打到我时，我顺势抓住他的拳头，一个反手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学过一点跆拳道。周大勇躺在地上惨叫，张丽丽扑在他的身上：“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天杀的婊子！我老公要是有什么事，我要你偿命！”我擦了擦手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们：“是你老公先来打我的，我这可是正当防卫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”周大勇扶着腰从地上爬起来，气势汹汹：“臭婊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居然敢打我，你今天必须赔偿，否则我就报警抓你。”张丽丽在一旁附和：“没错，我老公的尾椎骨都被你摔断了，还有脑震荡，除非你把保时捷赔给我们，否则我们就让你坐个10年8年的牢。”我挑了挑眉：“我看你老公还能站起来，什么事也没有吗？”周大勇立刻喊疼：“我感觉我的心脏都被摔出个好歹了，你不赔我个180万，这事绝对没完。我伤得这么重，你这根本不是正当防卫，而是防卫过当。”张丽丽跟着点头：“哟呵，还知道防卫过当呢。”周围的同事窃窃私语：“完了，这新来的被讹上了。”我假装哭丧着脸：“早知道就不还手了，没想到搞得这么严重。好吧，赔就赔吧，不过你得跟我去医院做检查，让医生说说我要赔多少钱。”张丽丽面上一喜，对周大勇使了个眼色，转头走过来，拉起我的手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：“妹子，我们知道你也不容易，去医院做检查多贵啊，浪费那个钱干嘛？这样，我们让你赔少一点，你就赔我们10万块，再接送我上下班就好了。当然，你也不要妄想让我儿子跟你女儿搞什么冥婚。我家小龙子以后那是要娶白富美的。”我装作犹豫的样子。张丽丽咬了咬牙，继续加码：“大不了等我儿子出生了，我送你一张他的照片，让你挂在家里沾沾福气。”我差点没憋住笑出来，这么有意思的人，我是好久都没遇到了。我缩了缩脖子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好吧，但是10万块也不是小数目。这样吧，我今天回去凑一下，明天接你上班的时候正好拿给你，怎么样？”张丽丽脸上笑开了花，
连声应好。周大勇虽然也很得意唬住了我，但还留有一丝理智。你可别想拖延时间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你要是明天不来，我可就带着警察上门去找你了。我眼眶泛红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知道了，求求你们不要报警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一定会把钱给你们的。能不能让我早点下班回去凑钱？不然我怕明天凑不到那么多。周大勇紧紧地盯着我，仿佛生怕放跑了我这条大鱼。张丽丽碰了碰周大勇的胳膊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见我唯唯诺诺，张丽丽才不屑地点了点头。那你就提前下班吧，明天记得来金海华庭接我们。张丽丽摆着谱开始教训我，谁让你惹了我们这种惹不起的人？也就是我们大方，否则要真把我们惹急了，我们搞得你家破人亡。我一脸受教的点头，希望明天他们还能这么张狂。我走到小区楼下的香烛店，老板正无聊地赶苍蝇，见我来了，一脸喜色地迎了上来。妹子，要点什么啊？我环顾四周，指了指店里一个积了灰的骨灰盒，就那个，再来点纸钱。顿了顿，我掏出手机，在工作群里找出周大勇的微信，看着他的头像笑了。老板，会扎纸人吗？老板拍了拍胸脯，我扎的纸人那在十里八乡都是出了名的活灵活现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付了钱拿上东西，我又去了一趟打印店，将我在网上找的好宝贝全都打印出来后，不顾打印店老板异样的眼光，心满意足地回了家。第二天，我一觉睡到12点，才慢悠悠地起来，手机被一连串的信息刷屏。工作群里，周大勇一直绕我，还发了几百条语音，不用点开都知道他是在骂我。无所谓，我哼着歌磨磨蹭蹭地出门。等到了金海华庭，周大勇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：臭婊子，来这么晚是想挨揍吗？害得老子在这等你这么久，这大夏天的，在这等了好几个小时。周大勇和张丽丽已经大汗淋漓了，我捂着鼻子，状若无意地挡在了周大勇的面前。钱在车上呢。张丽丽两眼放光，想也不想地冲上车。下一秒，车里传来一阵尖叫，张丽丽踉跄着从车里跌了出来。周大勇急忙扶住张丽丽：“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”张丽丽吓得双腿发软，颤抖着说：“车里，车里。”周大勇探头往车里看，只见车后座上一摞摞沾着暗红色血迹的冥币整齐地码放着，仿佛某种诡异的祭品。最上方，一个漆黑的骨灰盒静静躺着，盒盖微微敞开，露出里面灰白的骨灰。骨灰中，两个纸扎的小人半掩半露，样子跟周大勇和张丽丽一模一样。车窗上密密麻麻贴满了血淋淋的死婴照片，冷气开得足足的，还放了大悲咒。整个车子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气息。周大勇额头青筋暴起，咬着后槽牙：“小婊子，你敢耍我，活腻歪了。”我搓了搓手：“嘿嘿，没有没有，我这不是连夜找地下的太祖借了点钱吗？怎么还嫌少啊？那可得拿你们的小笼子来换喽。”周大勇面庞涨成紫红色，破口大骂：“小婊子，老子今天不弄死你都对不起我的列祖列宗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哎，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些纸钱收了，才是对不起你的列祖列宗。看你们发的那些开工红包，想必连纸钱都买不起了吧？”眼见周大勇忍不住就要动手了，我淡定地活动活动手腕：“来吧。”周大勇打量了一下我，捏紧拳头：“哼，臭婊子，老子不打你，老子砸了你的车，老子得不到的你也别想有。”说完，
他搬起石头，猛地砸向我的车窗，又掏出钥匙，在我的车身上拼命地刮。我的保时捷瞬间变得惨不忍睹。周大勇得意极了，没想到吧，小区门口的那个监控早就坏了，附近也没有其他监控，你根本没有证据说我砸了你的车，报警也没用，吃哑巴亏的感觉不好受吧？张丽丽搂着周大勇，一脸崇拜，老公你真聪明，就要给这个贱货一个教训。我装作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恨恨地开着车一溜烟地跑了。开出一段距离后，我停了下来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有人恶意毁坏我的保时捷。对，我有证据，我胸针上的针孔摄像头拍下来了。呵，小样！警察局里除了周大勇和张丽丽，还来了一个一脸尖酸刻薄相的老太婆。周大勇死死地瞪着我，恨不得冲上来打我，可惜被警察抓住，动弹不得。婊子，你是故意激怒我的，居然还准备了摄像头，你跟我玩阴的！我故作无辜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带着摄像头只是为了记录生活啊，我可没让你来砸我的车。我看向警察，恳切地说，警察同志，这是我绝不和解，他严重损坏了我的保时捷，光修车就得好几万，而且还是故意损坏，情节严重，建议关他个3-5年的，免得出来危害社会。老太婆叉着腰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，好恶毒的贱货，居然想让我儿子坐牢！我呸！你个烂下面的，我咒你这辈子都生不出儿子，老了以后被养老院的护工打得起不来床。警察同志，把他抓起来，他一看就是做那种不干净生意的。警察无语地扶了扶额头，老太太，你没有证据，这就是在造黄谣，人家可以告你的。要是不想你儿子坐牢的话，还是少说几句吧。张丽丽见周大勇真的可能被拘留，狠了狠心向我求情，妹子，之前是我们过分了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可以吗？实在不行，等我儿子出生以后，我让他认你当干妈，以后他来给你养老，你的遗产也可以交给他打理。我惊掉了下巴，哟，我还没死呢，就盯上我的财产了，滚滚滚！你家这种劣质基因，别来沾边。最后由于我坚决不和解，加上周大勇的情节恶劣，他被拘留1个月，还要赔偿我所有的修车费用。刘珊珊告诉我，趁着周大勇被拘留，他们联合起来一起辞了职。现在周大勇的公司没剩下几个人，面临倒闭的风险。周大勇精子质量不好，这一胎是试管了好久才怀上的，胎本来就不稳。经过这么些天的折腾，张丽丽现在已经在住院保胎了。听到这些消息，我心情大好，像平常一样去健身房健身。没想到却遇到了周大勇他妈王桂芬，手里拿着抹布，看来是在这里做保洁。见到我，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贱货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挑了挑眉，哟呵，你儿子怎么这么不孝啊？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让你出来上班？哎呀，瞧我这话说的，你儿子现在应该在牢里，自己都顾不上了吧？王桂芬太阳穴突突的跳，撂下一句狠话：小贱人，看我不整死你！我耸了耸肩，面色如常地开始健身。做完最后一组力量训练，我在淋浴间里简单冲洗，水声哗哗作响。突然，一阵细微的咔嚓声传入耳中，我猛地抬头看去，隔间上方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，有人在拍照。我厉声喝道：谁在那里？我迅速扯过浴巾裹住身体，赤脚追了出去。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往更衣室逃窜，是王桂芬。她手里抓着手机，屏幕还亮着。我3步并作2步，
一把抓住他的手腕。王贵芬剧烈挣扎，手机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上面赫然是我在淋浴间的照片。我迅速抢过手机，将照片删了个干净，连回收站里的照片都删了一遍。其他会员听到动静围了过来，帮我抓住了王贵芬。姐妹，你先去穿好衣服吧，等我收拾好自己。经理已经站在门口等我了。赵女士，经理搓着手，这事闹大了，对谁都不好。我让王阿姨给你道个歉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我心里窝火，她侵犯了我的隐私，这是犯罪，我要报警。经理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，这点小事报警干什么？这不是没泄露出去吗？何况他怎么不偷拍别人，偏偏就拍你？还不是因为你把人家儿子逼进监狱，他才会存心报复。要我说，你们女人就是太过计较。淋浴间里没有摄像头，照片也被你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王贵芬突然哭嚎起来，眼泪说来就来。哎呦，我根本没偷拍，我就是路过淋浴间，手机不小心掉了。我80岁了，出来做保洁本来就不容易，还要被人冤枉，真是不想活了。经理连忙扶住王贵芬。王阿姨，您别激动。接着转头看向我，赵女士，你不要再咄咄逼人了，再闹下去对我们健身房的影响也不好。我胸腔里的怒火几乎冲破胸膛，看来这经理和王贵芬一家是一伙的。经理还想说什么，我直接打断他，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既然你们都不希望报警，那就不报警吧。正好我也觉得报警没意思。我掏出手机，给我的姐们打了个电话。宝，你健身房的经理欺负我，你认识我们老板？经理又惊又疑。当初我会来这家健身房，就是因为这是我好姐们开的。保洁偷拍我洗澡，他不仅不报警，还说我活该。他立马气炸了。张强，你胆子肥了啊！连我的姐们你都敢欺负，你被开除了。还有那个保洁，我什么时候同意招个老太婆来当保洁了？经理在旁边吓得冷汗直流，在听到自己被开除了之后，立刻开始求饶：赵小姐，求求你帮我跟老板求求情吧，刚刚是我错了，我马上就报警。对，我还会把王贵芬开除。我刚刚真的是一时昏头了，我是被王贵芬骗了。我之前真的是看他可怜，我也没想到他这么恶毒。我冷眼看着经理痛哭流涕，心里却没有一丝波澜。倘若我不认识这家健身房的老板，吃亏的就是我了。王贵芬眼见情势不妙，坐不住了。哎，你咋能把我开了呢？都说了我没偷拍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小贱人，你害我儿子不够，还要来搅和我的工作，我掐死你！王贵芬猛地朝我扑过来，我一个闪身，王贵芬当场摔了个大马趴。她还想爬起来打我，却发现下半身一阵剧痛传来。哎呦哎呦，我的尾椎骨！小贱人，都是你害我！看他的样子，尾椎骨应该是断裂了。王贵芬年纪这么大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并发症。我不想被讹上，转身打算回家。有不明所以的路人想帮他叫救护车，我好心的大声提醒，这老太婆最喜欢讹人了，大家小心点哈。所有人纷纷走开。王贵芬不停地骂骂咧咧，贱婊子，你等着，我儿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回头对着他做了个鬼脸，心情极好的走了。1个月后，周大勇出狱了。我有预感他不会善罢甘休，我未雨绸缪，冷静地找了家保镖公司。接下来几天，我生活如常，美容院、健身房一个也没少去。直到周5晚上，我醉醺醺地从酒吧出来，身后一团黑影出现，是周大勇。
他带着几个兄弟把我毒死在一条巷子里，我故作慌乱。周大勇，你想干什么？周大勇脸色露出一抹阴狠，婊子，当然是干你了。他朝他的兄弟使了个眼色，小心点，这婊子有两下子。他的兄弟瞬间冲了上来，几人合伙对着我出手。我抵抗了2下，就假装打不过被抓住。周大勇上来抽了我一巴掌，日了狗了，真疼！臭婊子，把我搞进监狱，还敢害我妈？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兄弟们，把他衣服扒了，摄像机准备好。这婊子虽然贱，但还是有几分姿色，正好让哥几个爽一爽。几人按住我，开始扒我衣服，我拼命挣扎，假意哭喊：你们这是强奸，是在犯罪，要被抓去坐牢的。你们现在停手的话，我保证不计较，也不报警。周大勇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把我往墙上磕，鲜血流进眼睛里，我真吓出了一身汗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周大勇得意极了，臭婊子，别喊了，这附近根本没有人，监控也早就被我们毁了，守了你这么多天，终于逮到你了。等我们把你上了，再拍下视频，看你还敢不敢报警。你要是报警的话，我就把视频发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淫荡的模样。周大勇这话一出，已经摆明了是打算找人轮奸我，证据确凿。我不再陪他演戏，先让我看看你当太监的样子吧。趁他不备，我从兜里掏出一瓶防狼喷雾，对着他一顿猛喷。他的兄弟们正想冲上来帮他，却被路口突然冲进来的保镖摁在了地上。我一脚踩在周大勇的小兄弟上，啧啧，原来是真的小啊！周大勇被我踩痛，忍不住开始求饶：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嘻嘻一笑，狠狠地朝着他的小兄弟踹了5分钟。这下你家的小龙子不用争皇位了，我这是为你好。我一声令下，周大勇和他兄弟们都挨了我保镖的一顿胖揍。看着他们鼻青脸肿的样子，我解气地点点头。周大勇，报警的话，我头上的伤口就是你强奸未遂的证据。我想想啊，貌似是要判处3年以上的刑期来着。看周大勇一脸的敢怒不敢言，又狠狠地踹了周大勇一脚，才带着我的保镖扬长而去。周大勇没敢报警，毕竟报警的话，他找人轮奸我的事情必然也会暴露。我的生活平静了好一阵子，直到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狂热追求者。那天我正在逛街，王贵芬不知从哪冒出来，抱着我的大腿哭天抢地，引得众人围观。你这个贱货，害得我儿子没有了生育能力，还害得我摔断了尾椎骨，我要你偿命！不知道他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要是想报复我的话，直接动手就好了，在这大街上啼啼哭哭有什么用？我正疑虑时，一个穿着西装、明显刻意打扮过的男人出现，义正辞严地帮我开口：这位大婶，你在大街上闹，已经影响到了这位小姐的正常生活，你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就帮这位小姐告你诽谤了。没想到极其难缠的王贵芬居然被这3言2语就打发走了。我意识到不对劲，在陈锦涛提出对我一见钟情，想要我的联系方式时，我顺势给了他。后来陈锦涛在微信上疯狂撩我，我一边虚与委蛇，一边偷偷跟踪他。果然被我发现，他去医院探望周大勇。周大勇上次被我痛击了之后，本来就不咋样的生育能力受到大大的影响，已经在到处求医了。周大勇躺在病床上恨恨地捶床，那个贱蹄子，等你把他追到手，就把他的裸照和床照拍下来，到时候我要他100倍奉还。我找人查了，
那婊子可是收租的，有的是钱，等我们把她拿捏在手里，还愁过不上好生活吗？张丽丽在一旁附和：老公，我这主意好吧？这样子也不怕闹到警察那里去了。果然是周大勇和张丽丽找来的人。好好好，这么完事吧？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在陈锦涛又一次发微信给我时，我怀着颤抖的心打下一行字：别装了，我给你20万，帮我勾引一个人，帮我勾引张丽丽。陈锦涛见已经被我识破，又不想放弃这20万，答应帮我勾引张丽丽，破坏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。我本来不想和周大勇一家人再继续纠缠，但是奈何他还要来招惹我，跟我作对就算了，居然还盯上了我的财产，这就不能忍了。周大勇因为公司破产和下体受伤，变得戾气十足。张丽丽成了周大勇的出气筒，平时不是打就是骂。陈锦涛有点小聪明，他时常借着看望周大勇，对张丽丽嘘寒问暖。张丽丽一开始还有所防备，可是一边是对她非打即骂的老公，一边是温柔有加的年轻男人，她的态度逐渐有了动摇。有一天下午，张丽丽一个人去产检，肚子却突然开始作痛，她着急地打电话给周大勇，周大勇却只顾着在牌桌上逍遥，毫不犹豫地挂掉了他的电话。就在这时，陈锦涛从天而降，抱起张丽丽就奔向医院。陈锦涛忙前忙后地照顾张丽丽，一会儿给她递水，一会儿给她削苹果。在这样温柔的攻势下，张丽丽很快就沦陷了。离开医院后，陈锦涛将张丽丽带回了他家，理由是想跟她多待一会儿。经过刚刚的英雄救美和体贴照顾，张丽丽已经彻底上头了。在陈锦涛将手试探地伸向她腰间时，张丽丽没有拒绝，两人浓情蜜意，很快就水到渠成。陈锦涛将两人的亲密照发给我的时候，我哈哈大笑，有点期待到时候周大勇的表情。后来的几天，陈锦涛又对张丽丽发起几波攻势，连戒指都买上了，当然是假的，搞得张丽丽对他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。我让陈锦涛在卧室提前装上摄像头，将他们的恩爱都拍下来。周日下午，我让陈锦涛再次约张丽丽见面，又用陌生号码加了周大勇的微信，把之前的视频发给了他。我在陈锦涛楼下等着，没多久就看到周大勇开着奥迪来了。他怒发冲冠，一脚踹开了门，拿着铁棍就抽了上去。陈锦涛早有预料，抓起防狼喷雾就是一顿喷。趁周大勇没反应过来时，一溜烟的跑了。张丽丽本来就胖，加上怀着孕，根本跑不动，只能留在原地苦苦哀求：老公，都是他勾引我的，是他逼我，我没有背叛你，我还是爱你的。周大勇气得火冒三丈，棍子狠狠地打在张丽丽身上。贱货，居然敢给老子戴绿帽子！我问你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张丽丽痛哭流涕：老公，孩子是你的，你怎么能怀疑我？我偷偷将张丽丽和陈锦涛的恩爱视频投屏到陈锦涛家的电视上。周大勇目眦欲裂，根本不相信张丽丽的话，棍子直接打向张丽丽的肚子，鲜血顺着张丽丽的腿流了下来。这下张丽丽也发了疯，她好不容易才怀上孩子，就连跟陈锦涛在一起之后，也没想过要把孩子打了。她扑上去撕咬周大勇，拿起烟灰缸把周大勇砸得头破血流。整个场面可以说是一片混乱，直到动静闹得太大，邻居报了警，警察上门，他们才停手。男女体型悬殊，张丽丽根本不是周大勇的对手。
周大勇受的基本都是皮外伤，而张丽丽的左腿直接被周大勇打瘸了。后来张丽丽以故意伤人罪起诉周大勇，周大勇面临牢狱之灾，两人恨不得杀了对方，再也没有精力去霍别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